我做汽车出口这些年，我最怕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文哥 FOB 和 CIF 到底有啥区别？客户非要让我报 DDP， 我该不该接？每次有同行、有新手，甚至有些干了快1年的业务员跑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咯噔一下，因为我知道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率已经在某个条款上吃过亏了，或者正准备往坑里跳。你信不信？整车出口行业里80%以上的亏损、纠纷、货款收不回来，根源就出在贸易术语没搞透。你以为你报的是个价格，其实你报的是风险，是责任，是你这单生意赚的钱到底能不能落袋为安。我见过太多人一上来就跟客户报 1XW， 觉得我啥也不用管，把车交给客户就完事儿了。结果车在工厂放了3个月，客户一直不来提，最后仓库费堆了1-2万，客户破产了，车还在你工厂里堆着，你找谁要去？我也见过有人接了 CIF 的单子，觉得运费保险我都买了，肯定没问题。结果船在海上出了事，买家转头找你索赔，你才发现保险是给买家买的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还有人觉得 DDP 利润高，一口答应客户送到门，包税包清关，结果目的港关税突然暴涨，清关文件出了岔子，车在港口扣了1个月，仓储费比车价还高。这些不是段子，都是我亲眼看见同行踩过的坑。今天咱们就把这几个最常用的贸易术语 1XW FOB CIF DDP 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，不讲教科书，不讲官话，全部拿汽车出口的真实场景说话。先搞清楚一个最底层的逻辑，所有的贸易术语本质上回答的就一个问题，这辆车在运输过程中万一出了事儿，被撞了，被水泡了，被扣了，被偷了，这个损失算谁的？术语划定的那个点就是风险从卖方转移到买方的分水岭，在这个点之前出事，卖方扛着，在这个点之后出事，买方自己兜着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恰恰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，实操里头能玩出花来。咱们从最简单最坑的那个开始说， 1XW 工厂交货。 1XW 字面意思就是工厂交货，你作为卖方把车在工厂或者仓库里准备好，通知买家来提，你的活儿就干完了。装车、拖车、出口报关、海运、保险、目的港清关，送到买家仓库，所有这些全是买家的事。很多新手觉得 1XW 好，我报价最低，客户肯定喜欢，而且我啥也不用管。这是汽车出口行业里最大的认知误区之一。1XW 是报价最低的，但同时也是风险最高、隐性成本最多的。我给你讲个真实案例，四川有个做航材出口的老板，跟一个海外买家签了 1XW 的合同，货值50万美元，货准备好了，放在仓库里等买家来提。结果买家那边一直没安排物流，货在仓库里堆了3个月没出口，3个月后买家破产了。按 1XW 的规则，货物在工厂交付的那一刻，风险就已经转移给买方了。但问题是，货还在你的仓库里，你怎么办？你把货卖给别人，合同签了，货是买家的，你找买家要仓储费，人家破产了，你只能认栽。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风险， 1XW 条款下，出口报关是买方负责的，但中国的出口报关有规定，很多时候需要一个本地主体来操作。如果买方找的货带不靠谱，报关资料出了问题，海关查下来，你这个卖方作为出口主体关联方也会被列入异常名录，直接影响你后续的出口退税资质。你什么都没干，但锅从天上来。所以 1XW 到底适合谁？适合那些有稳定合作货代，自己能搞定全套出口手续的老手。新手想都不要想，直接跳过。接下来是汽车出口行业里最常用，也被最多人称为生命线的术语 FOB， 装运港船上交货。 FOB 的意思是卖方负责把车运到指定的装运港口，完成出口报关，然后把车装上买方指定的船。车一上船，风险就从卖方转移到买方了。之后的海运费、保险费、目的港清关、关税，全是买方的事。为什么说 FOB 是汽车出口的生命线？我给你讲个数据。有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反复强调，坚守 FOB 是二手车出口不可逾越的红线，谁逾越了这条红线，就是逾越了生命线。原因很简单，二手车车况复杂，海运途中可能剐蹭，目的港买家可能恶意挑刺、压价、拒收。如果你用的是 CIF 或者 DDP， 这些风险你得扛到最后一刻。但如果你用的是 FOB， 车一上船，这些破事就跟你没关系了。我再说一个 FOB 底层的交易逻辑。FOB 模式下，你作为卖方只需要垫付国内段的费用，
车辆整备、检测、国内运输、港口费用。你不用垫付高昂的海运费，不用垫付目的港的杂费，不用垫付进口关税，你的资金压力小，现金流安全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货权的控制权在你手里，提单在你手上，买家不付尾款，你就不放单，货就永远在目的港扣着，买家拿不到车。但 FOB 也有坑，最大的坑来自买方指定货代。我见过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个国外买家通过阿里巴巴平台跟中国卖家交易，用的就是 FOB 买方指定货代。前2单正常操作，建立信任，第3单放大交易额，货到目的港之后，买家拒付尾款，中国卖家催款，对方先给假的水单，然后直接拉黑，最后查出来这个买家同时坑了好几个中国卖家。为什么能这么操作？因为买方指定的货代跟买方是一伙的，货到港之后，货代直接把货放给了买方，卖家手里的提单成了废纸。怎么防？2个办法。第一，对于新客户、信誉不明的客户，尽量用你自己指定的信得过的货代。第二，坚持付款后交单的原则，款不到账，提单坚决不放。再往下说 CIF， 成本、保险费加运费。CIF 跟 FOB 的区别在于，卖方除了要完成 FOB 的所有工作之外，还要额外支付从装运港到目的港的海运费，并且为这辆车购买海运保险。但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，也是绝大多数人搞错的地方， CIF 的风险转移点跟 FOB 完全一样，还是在装运港的船上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你付了运费买了保险，但车一上船，风险就转给买家了。你买的那个保险是替买家买的，船在海上出了事，是买家去找保险公司索赔，不是你。很多人觉得 CIF 省心，我一条龙全包了，客户肯定满意。但 CIF 对卖方的资金要求更高，你要垫付海运费，要买保险，而且海运价格波动很大，有时候1个季度就能涨 30% 以上。如果你报价的时候没把这部分风险算进去，海运费一涨，你这单的利润直接就没了。我再说一个 CIF 的真实翻车案例。2025年7月，上海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往埃塞俄比亚发了一批中国重汽的柴油重卡，用的是 CIF 条款，海运途中遭遇飓风，加上承运方捆扎不牢，16台车受损，其中8台的驾驶室、保险杠、大梁严重变形。按 CIF 的规则，风险在装运港就已经转移给买方了，理论上这是跟卖方没关系，但实际操作中，买家肯定会找卖方扯皮。车是你卖的，运输是你安排的，保险是你买的，现在车坏了，你不负责，谁负责？就算最后法律上你不用赔，这个纠纷拖你半年、1年的，你的精力、你的口碑全搭进去了。所以 CIF 适合什么场景？适合那些刚入行、没有自己的物流资源、不想操心海运环节的新手买方。对于卖方来说， CIF 可以作为一种提升订单竞争力的手段。你帮客户把运输和保险都安排了，客户省心，你拿单的概率更大。但前提是你得把海运费和保险费算准了，把波动风险考虑进去。最后说 DDP， 完税后交货。 DDP 是卖方责任最大、风险最高，但也是利润空间最大的术语。DDP 意味着你要负责把车从中国的工厂一路送到买家指定的海外地址，承担全程的运输费、保险费、出口报关费、目的港进口清关费、进口关税、增值税所有费用。买家只需要在指定地点签收就行了，听上去很美好，对吧？门到门一站式，客户啥也不用管。但 DDP 是汽车出口行业里最危险的一个术语，没有之一。危险在哪？第一，你对目的国的海关政策、清关流程、税率计算了解多少？很多国家的关税说变就变，比如美国2025年2月开始实施额外关税政策，很多出口企业的关税成本大幅上升。你报价的时候按 10% 算的关税，货到了目的港变成 25% 了，这差价谁补？你补。第二，清关文件但凡出一点差错， HS 编码错一位，原产地证格式不对，车辆 V 码录入有误，货在港口扣1天，仓储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第三， DDP 模式下你要垫付所有的钱，运费、保费、关税、清关费，你的资金压力是最大的。我认识一个做二手车出口的老板，接了一个墨西哥的 DDP 单子，1000多辆车发到墨西哥港口，结果目的港清关出了状况，车在港口扣着出不来，仓储费每天每辆车100美元，你算算，1000辆车一天就是10万美元，扣了1个月300万美元没了。最后这老板实在扛不住，弃车离场，血本无归。
所以行业内有一个共识 ，DDP 是禁区，除非你在目的国有自己的分公司，或者有极其可靠的合作伙伴能完全掌控清关流程，否则永远不要轻易尝试 DDP。讲完了这4个术语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到底该怎么选？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判断标准。如果你是新手，刚做汽车出口不超过1年，没有自己稳定靠谱的货代资源，对海外市场了解有限，选 FOB。FOB 把你的责任切割在装运港的船上，之后的运输风险、目的港清关风险全部转移给买方，你只需要管好国内这一段，车况、整备、检测、国内运输、出口报关，这是你能控制的，也是你最熟悉的。如果你遇到客户非要你报 CIF， 可以报，但你要注意2件事。第一，海运费和保险费要在报价里算清楚，并且要预留一定的波动空间。第二，保险条款要和客户确认清楚 ，CIF 默认投保的是最低险别，保障范围有限。如果客户要求更高等级的保障，要在合同里明确写出来，费用谁承担也要说清楚。如果客户非要你报 DDP， 我的建议是能拒就拒。如果实在舍不得这个客户，非要接，那你必须做到3点。第一，目的港找一个极其靠谱的合作伙伴，能把清关流程完全搞定。第二，报价的时候把所有的费用，包括最坏情况下的关税、滞港费全部算进去。第三，付款方式上争取100%预付款，或者至少80%以上。做不到这3点，别碰 DDP。最后，我再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，贸易术语选定了，一定要在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，不能只写 FOB， 要写 FOB 中国上海港，不能只写 CIF， 要写 CIF 目的港名称。目的港写清楚了，责任边界才清晰。另外，合同里还要明确付款节点，比如 FOB 模式下，定金 30%， 见提单副本，付尾款 70%。这些条款写得越细，后面扯皮的空间就越小。做汽车出口这些年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，这个行业拼的不是谁胆子大，拼的是谁对规则理解的透。贸易术语不是写在合同里的几个英文字母，它是你每一单生意的风险边界。你选对了，赚多赚少是能力问题，你选错了，亏多少是命的问题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车和友专注汽车整车出口领域，带你吃透汽车外贸交易规则，避开整车出海各类风险，实操积累经验，祝所有做汽车出口的同行订单不断。